是价值100万的黄金。想要获得它，你需要大约这么多的金矿，又或者还有一种方法。你只需要这些手机。你没有看错，把这3万多部手机中含有的黄金全部提取出来，真的可以价值100万。更夸张的是，全球每年产生的废弃手机超过50亿部，如果把它们全部铺开，大概有这么多。如果再算上电脑、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等所有电子垃圾，那大概会有这么多。这意味着你不仅能从中提取出这么多黄金，还有这么多钯、银、锑、钴、锡、铅、锌、镍、铜、铝、铁等等，这些就是你家里的矿山。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能把它们全部挖出来回收利用吗？能。接下来，为了让你亲眼看看这种很新的挖矿方式，我们决定把这部 iPhone 17 Pro其中这块最大的就是这部 iPhone 17 Pro 的外壳，它是一种铝合金，但它最开始可能是这样的。而接下来你会看到我们实地拍摄到的 iPhone 中部分材料的再生过程。这个炉子里有将近700摄氏度，足以把五花八门的回收铝全部融成液体。然后只需要再冲入一些氩气和精炼剂，让它们吸附杂质，并不断上浮到表面。那下方剩下的就是纯度大约99%的铝液了。怎么样，你学会了吗？但实际上99%还远远不够。如果要造出强度、硬度、导热性能都足够强大的铝合金，你还需要一种神秘的物理的力量。这个刮刀正在把那根管子上的铝全部刮下来，而这些铝的纯度有大约99.98%。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当我们像这样透视地下，会发现这根管子的温度其实略低于周围的铝液，所以也叫它冷却管。而650摄氏度左右正好在铝的熔点附近，所以在冷却管表面的铝液会逐渐凝固成固体。但工程师们巧妙地发现，在这个温度下，铝液中混合的铁、硅等杂质偏偏更喜欢待在铝液中，并不会和固体铝一起析出，江湖人称偏吸。所以你只要控制好温度，利用这种天然的物理特性，就能自动实现提纯。在接下来的16个小时内，这台设备会反复进行凝固、刮取、凝固、刮取、凝固、刮取的过程，然后再经过14个小时的冷却，这样你就能得到一坨1.6吨的纯铝了。什么？你嫌慢？别慌，仅在这个厂房里就有10台这样的机器。有了纯净的铝，再加上纯净的锌和镁等等，让它们按照精确的配比融化、混合，再进行冷却、浇铸。恭喜你，得到了一种兼具强度、硬度和导热性的铝合金。而接下来就是见证机械魅力的时刻。作为全球铝产量第1大国，中国20.9%的铝都来自这样的再生利用。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这就是那台 iPhone 17 Pro 的外壳，由再生铝合金制造。但我们能回收的只有铝吗？当然不。比如它，这是用来给这部手机散热的 VC 均热板。尽管它只有这么薄，
但内部却有一个空腔，还注入了少量的纯水。当你的手机芯片开始发热，这些水就会迅速吸热，形成蒸汽，扩散到各个角落，并在温度较低的区域重新冷凝成水，如此往复循环。但要能如此快速的导热，制造这种合金的铜，纯度必须超过99.99%。尽管你的初始原料是这样，还有这样的，那聪明的你会怎么办呢？没错，先熔了它。但这样得到的也只是粗炼铜，想要继续提高纯度达到99.99%以上，仅靠常规的物理手段已经不够了。所以这一次，你决定借助化学的力量。这就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再生铜电解槽，最多时216个电解槽中可以有17280块粗炼铜板同时进行电解精炼。而这就是它的低配版，我们以刚才粗炼的铜为阳极，以不锈钢板为阴极，然后再通上电。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通电后，阳极的铜不断丢失电子，成为铜离子进入溶液，并在阴极上获得电子，重新析出金属铜，由此便完成了一场原子级别的提纯。至于其他杂质，要么只溶解不析出，要么直接沉底变成淤泥，进入后续处理。而作为全球铜产品产量的第一大国，中国32.6%的铜也都来自这样的再生利用。当然不只是铜和铝，仅仅在这部 iPhone 17 Pro 中，就还有电池里的再生锂、再生钴，电路板上的再生锡、再生金，扬声器里的再生钢，马达里的再生钨，以及马达摄像头扬声器使用的再生稀土等等。大约30%的材料都来自再生循环。据说 Apple 的目标是未来有一天让产品和包装都能使用循环利用或者可回收材料，并且不断的提升材料的回收率。到那一天啊，你的废弃旧手机，或许真的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当然，也不只是手机。在中国这个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连续15年位列世界第1的国家，你眼前的新能源汽车、光伏支架、风机塔筒，甚至轮船船体都极有可能来自再生循环。而就像每生产1吨再生铝，能比生产1吨原铝节约5吨矿石，减少10吨以上的碳排放，10吨以上的水，和近95%的能耗。越来越多资源的再生利用，或许真的能创造一个碳中和的世界，甚至一个无限循环的世界。到那时，我们会发现，这颗46亿岁的星球留给人类的财富，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